到了现在2022年的 iPhone，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刘海在上面。那很多观众就会问我说，到底刘海这个东西会跟随我们多久？那它真的是苹果把它当成是一个品牌的象征呢，让它的品牌辨识度比较高，还是说苹果真的就是在挤牙膏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问题吧。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这个刘海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历史啦。那第一次刘海这个东西出现在苹果的产品上面，就是在 iPhone 时代的时候。那当初的 iPhone 时代是苹果第一次更改 iPhone 的设计语言嘛，把整个萤幕占比拉高啊，然后加了一个 Face ID 在上面。那以当年智慧型手机的市场来看，应该说全萤幕占比的手机也不算是太多，所以在那个阶段，苹果把萤幕占比拉高，虽然加了一个刘海，然后隐藏 Face ID 在下面，那大家都蛮能理解了。那慢慢的1年2年过去了，你可以看到 Android 的厂商一开始有人开始学习苹果把刘海也放在他们的手机上面。那可是呢，相对的在 Android 的厂商上面，他们其实并没有 Face ID 这类的科技啊，或者技术或者扫描器在里面。那所以当初其他厂商的刘海就变成只是要隐藏前置镜头啊，还有它的前面的扬声器，大致上就是这样而已。然后慢慢的1、2年又过去了，你看到其他厂商都把前面的扬声器向上挪，然后把前置镜头的地方用萤幕打孔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慢慢的在市场上面也看不到刘海。那现在几乎就只剩下苹果这家厂商，还有在他们的智慧型手机上保留着刘海。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其他 Android 厂商先前也有经历过这个刘海的过程齁。那可是呢，苹果的刘海技术是隐藏着 Face ID 在下面，很多人很容易搞混说，其他厂商不是也有脸部扫描吗？那为什么他们的脸部扫描技术可以隐藏在单颗镜头里面，苹果就办不到？那其实呢，苹果的脸部扫描并不单单只是用一个平面的相机去认证你的脸，或是记着你的脸的形状跟长相，它是有个3D 扫描仪在里面。那在你第一次设置 Face ID 的时候，它就会扫描你的脸，建构一个3D 模型储存在这只手机里面。那这个部分的资讯是没有分享给苹果的，所以这个都完全储存在你的单装置上面而已。那这一方面也是苹果对这个安全隐私的坚持齁。那所以你的手机里面有储存这个资讯之后，当你每次要解锁啊、Apple Pay 啊做任何认证的时候，它就对你的脸部再进行扫描、进行演算。那这种时候，就算你在做脸部扫描的时候，你的脸的角度可能跟你当初设置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光影不太一样，或者是你发型啊什么脸型有一点改变，它基本上都能用演算法去演算出，这个还是你，或这个不是你。那它的准确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个相对现在很多其他 Android 厂商所用的脸部扫描，单纯只是平面的去扫描你的长相，这两个技术其实是天差地别。那因为这类技术的第一，不要说它的硬体门槛算蛮高的，那刚刚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它扫描、建构、演算的地方，那这个部分也蛮依赖到软体，所以 Face ID 算是我觉得蛮高端的硬体、软体技术两者的整合齁。那在 Android 厂商上面，先前有比较接近这类的技术，就像是 Google Pixel 第4代嘛，但后来他们也没有沿用这个技术，所以现在市面上基本上就只剩下 iPhone 还在使用这种3D 扫描脸部解锁的认证方式。那 Android 厂商目前的主流啦，比较安全的方式就是用指纹解锁、指纹扫描，那它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高。所以呢，这个就是两个阵营目前走的方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指纹解锁这个部分苹果就是不愿意去使用？那我们大家再回想一下回来，其实先前 Face ID 刚推出来的时候，虽然有少部分的人对指纹解锁从 iPhone 上移除有一点点觉得不便利，但是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大家其实也习惯 Face ID。那至少以我自己来讲，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方便。你手机拿起来自动扫描你的脸，你的手机就已经解锁。那不管 Apple Pay 啊，或者你在开启 App 啊，用金融认证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解锁方式也是蛮方便的。一直到后来疫情发生之后，那我们出门在外都需要戴口罩的情况下，才感觉到 Face ID 这个时候跟指纹解锁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出来。因为你出门一定戴着口罩，那你戴着口罩又不能进行脸部解锁的情况下，那你就要在户外输入你的密码。那这种时候，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很不喜欢可能捷运人很多的时候啊，或是后面有人在排队的时候，我要输入我手机的密码，让我觉得不太安全，好像很多人都随时看得到。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觉得说，Face ID 相对指纹解锁好像有点不方便。但是呢，苹果在 iOS 15.4的时候正式推出了 Face ID 2.0这个功能齁。那这个不是官方的说法，这个就是一个进阶版的 Face ID， 它可以让你在
戴着口罩的时候，然后一样进行安全的认证解锁。那这个并不只是在进入你的手机的时候可以解锁，那 Apple Pay 啊、银行认证、任何 App， 反正就是你任何其他不需要戴口罩、使用 Face ID 的情况下，目前都可以用戴口罩的方式来进行。比较可惜的是说，这类功能目前只有锁定在 iPhone 12以上，所以你买的是要12或者13的版本才有办法更新到 Face ID 2.0。那为什么苹果只锁在这类的机型以上呢？因为其实去年在 iPhone 13要出来之前，就有消息流出来说，苹果目前在测试的 Face ID 2.0。那当初那个模组装在 iPhone 12上面是一个另外的 Face ID， 那个刘海的大小跟组件大小就跟现在 iPhone 13一模一样。所以呢，当初大家就认为说这个功能应该是锁定只有在 iPhone 13上面。但现在这个软体更新出来之后呢 ，iPhone 12也可以支援，那就让人家觉得说，那 iPhone 12的 Face ID 的组件不是跟 iPhone 11啊、4S 什么都一样吗？那为什么就不能再另外向下支援？那这个当然有很多种讲法啦，可能就是苹果希望大家去买比较新的机器。那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因为这样的扫描方式需要在更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更多不同的建构与演算啊，所以这种时候它需要更快的处理器才能支援这样的功能。那实际的到底真正原因是什么，也只有苹果自己知道。那所以呢，在现在 Face ID 2.0 已经出来的情况下，个人就觉得指纹解锁似乎也没有回归的必要啊。那我们现在去了解说，为什么 Face ID 这个东西它里面所包含的科技跟技术。那所以呢，也因为这样，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这个刘海一直存在在 iPhone 上面。那就算现在在新一代的 iPhone 14，那目前我们知道可能这个也不是确定的消息。可能在14 Pro 系列的版本会第一次使用萤幕打孔的方式来慢慢远离刘海这个设计，但这个目前还是个未知数啦。然后我们可能到时候看到 iPhone 14也还是有个刘海在上面。那其实有其他观众会去问说，那现在其他厂商有用这种把相机啊或是任何的打孔隐藏在萤幕下面，那意思就是说，在那个你相机要显示的地方，他们有特别的地方可以去关掉它的画素，所以在你需要用前置镜头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地方的画素一关掉，就让前置镜头的光可以透过去。那种时候就可以用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萤幕打孔的方式来解决萤幕打孔这个问题。那很多人就会问说，为什么苹果不也用一样的方式？但请你去想想嘛，以现在前置镜头我们在其他厂商所看到的，使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的，没有一个厂商他们在前置镜头的画质上面不需要去做牺牲。以我自己来选择的话，我也宁可选择要有更好的镜头的画质，而不要特别为了去把这个孔隐藏起来而去做那样的萤幕。那另外一点呢，在 Face ID 的部分，其实又更依赖了这个透光性，因为不只是它的 3D 扫描器，还有它的 IR 相机，这些对光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那这种时候，如果你用这种关掉画素的方式，它肯定还是会阻挡掉一些光源，一定会对它的安全性跟稳定性造成影响。所以呢，不管是用刘海啊，还是用这种开孔的方式，我认为都是以现在这个技术的瓶颈下面对 Face ID 做的一个最好的处理，或是最好的一个妥协。那可能会有人说，你这是果粉，就是在护航这个地方。那或是频道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你对 iPhone 的刘海就好像这么可以原谅，可是对 MacBook Pro 上面的刘海好像就常常去酸它、批评它。那我这边来大概解释一下啦。其实，在 MacBook Pro 的开箱影片，我有讲过，那个刘海对我而言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大部分都是使用外接萤幕来做剪片啊，或是平常在使用的情况下，我不太会单一使用 MacBook Pro 上面的萤幕。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刘海可能会挡到的一些，不管是它的工具列或什么的，对我而言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呢，我们就来细看它这个刘海，它这个刘海里面并没有任何的 Face ID 模组在里面哦。那一个没有 Face ID 组件的一个刘海，它只有一个 1080p 的相机，那另外还有一个 LED 灯，就是让你显示说，现在这个相机有没有开启。那旁边还有一个光源感应器。那在这一些组件的情况下，我觉得 LED 灯其实可以把它转移在萤幕上面显示就好，就像 iPhone 他们现在也是用这种方式。那光源感应器加上一个 1080p 的镜头，有没有必要做成一个那么大的刘海呢？我个人觉得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必要。那这个跟是不是加大萤幕占比，或者是不是让它变成16:10比例的萤幕，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啊。因为重点就是你里面没有 Face ID 的情况下，你刘海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小。那甚至如果你是使用 OLED 的萤幕，你可能可以使用打孔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为什么硬要做一个那么大的刘海在那边？这个是让我比较不解的。那当然，唯一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说，苹果可能本来有想要放 Face ID， 或者是他们未来想要放进 Face ID， 所以先把这样的设计语言放上去，然后呢，到未来如果真的把 Face ID 放进去，再开刘海的时候，大家就
比较不会觉得那么突兀。那另一方面也让现在的软体开发商也先去解决说这个部分会挡到一些工具列的问题。那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大概去合理化为什么现在要有刘海在上面。但是呢，我们又讲回来啊，如果当初在 iPhone 6的时代，苹果说我们将来 iPhone 10会有刘海，会有 Face ID， 那我们现在先把你的荧幕挡掉一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有人可以接受吗？我觉得应该不会吧。那如果现在没有必要，就没有必要放在上面嘛，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啦。那所以呢，关于刘海这个东西，不管你喜不喜欢啊，就算可能在 iPhone 14 Pro 系列可能会变成荧幕打孔，可是一般的系列还是会有刘海。那甚至是在现在的 Mac 上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刘海的设计语言在上面，他们甚至在 Mac 的图示上面都把刘海加上去了。觉得在电脑上面，除非是他们全系列的荧幕升级到 OLED 之后，才有可能用打孔的方式去解决。可是以苹果的惯性来讲呢，我觉得要等到那一天，应该还要再等个好几年啊。所以不管你对刘海喜不喜欢、习不习惯，或对它没有意见，它都会陪着将来的苹果产品非常多年。那我想听看你们大家怎么想。你们对这个刘海到底是有什么看法？那我也知道有观众认为说刘海让 iPhone 的辨识度变得很高，你出门在外就一看到刘海，让大家就知道你拿的是 iPhone， 所以他们会觉得有一点感到蛮光荣的感觉。那有观众会觉得说，为什么拖了那么久，到现在才用打孔的方式解决，然后也没有解决得很彻底。那另外呢，也有观众觉得说，在 MacBook Pro 上面的刘海，非常有道理，因为它萤幕的占比拉大。那我就想听看你们大家对这个刘海的感想是什么？那这个刘海从 iPhone 10到现在，说真的，陪我们的日子已经远远多于我当初的期待了。那大家对这个刘海有什么想法啊，或是有什么建议啊，或者觉得说未来会往什么方向走，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讨论咯。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喽，拜。